在俄军仓皇撤离赫尔松西岸后，反攻的乌军迅速收复了此前被俄军占领的阵地。当俄罗斯国防部还在吹嘘此次撤退多么高效有序时，有些人肯定会在心里暗暗骂娘了。没错，就是那些来不及逃出去的炮灰们。他们有些是当地的买办，在俄军入侵乌克兰时帮了不少忙，在俄军占领赫尔松后也与俄军保持合作。俄军在撤离赫尔松后却直接过河拆桥，将这些人丢下不管。有的是反应迟钝的俄军士兵，大部队撤离太迅速，导致没来得及逃出去。前几天就有2名男子没能躲过乌军搜捕，被押解到大街上示众，当地人还把他们绑在电线杆上，由专人看管。一些乌克兰大妈路过时，偶尔还会凑上来围观。虽然并没有消息透露这2人的具体身份，但其实也已经不重要了。不知这2人在面对杀回来的乌军时，心里会是如何作想？是祈祷俄军赶快再次夺回赫尔松城，还是祈祷乌军能大发慈悲放他们一马？如果他们还对俄军抱有希望的话，那就无异于做梦了。或许有些观众朋友也会想，俄军此次撤退会不会是诱敌深入，待乌军占领赫尔松西岸后再从对岸火力覆盖？火力军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火力覆盖也只是乌军火力覆盖俄军的份儿，因为俄军的补给现在明显弱于乌军，在补给状况明显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诱敌深入只怕是引狼入室。诱敌深入是自己躲在暗处，资源调配都十分充裕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而俄军想要诱敌深入，天上的北约卫星相当于把俄军的部署开了全图，俄军所有的部署都是名牌，而乌军部署在俄军眼里好比处于战争迷雾中，并且一旦乌军战事吃紧，扭头就能撤回防线，而俄军这要是战事吃紧，扭头就只剩下跳第聂伯河了。赫尔松西岸这么一大块地方现在丢掉，到时候再想拿回可就难如登天了。开战初期，俄军攻下赫尔松，完全是因为当时驻守的乌军没摸清状况，被铺天盖地的舆论战吓住后稀里糊涂投了降。要真让俄军把赫尔松城逐条街都硬啃下来，增援的俄军啃到浑身散架也都不一定能搞定。纵观整个俄乌战场，从开战到现在，俄军也仅在马里乌波尔打了一场惨烈的城市巷战，在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都是故意留出口子让城内乌军撤离，这明显反映出俄军已经打不动硬仗了。因此俄军从西岸这一撤，算是彻底对赫尔松西岸4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说再见了。就在乌军顺利收复该地后，除了被绑在电线杆上的这2人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俄军残部尚未被发现。乌克兰方面自然也没有放松警惕，乌克兰国防部就向该地区居民发布公告，残留的俄军士兵可能已经换上便服，隐藏在人群中，以便寻找其他机会撤出赫尔松。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指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军方目前正在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搜捕潜伏的俄军残部。除此之外，还不忘提醒赫尔松居民，为了安全起见，不要急于返回刚收复的领土，要等专业的军事人员检查完，做好排爆工作后回来，以免被残留未爆炸的地雷和弹药炸伤。所谓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看乌克兰政府对待自家百姓的态度，再看看俄罗斯当局对待自家士兵的态度，简直就是2个极端。俄罗斯不顾士兵死活的态度，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最近在网上最火的关于俄罗斯征兵问题的视频，当属阿拉比诺的一群动员兵把带队的中校围起来痛骂的视频。和其他抗议动员的行为不一样的是，阿拉比诺的动员兵们要求的不是娱乐，不是食物，也不是伏特加，而是和参加战争相匹配的训练。他们要求有更新的装备，而不只是几杆破枪，要求接受与战争相符的训练，而不是2周内共3次实弹射击15发子弹。他们对上级的麻木不仁深感痛绝，以至于在视频中对着中校使用了相当多的斯拉夫传统问候语。俄军内部被曝混乱已经不是1次2次了，在更早的10月16日，俄军内部就出现更为严重的内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日在俄军的一训练场内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案件，导致俄军11人死亡，15人受伤。在其他俄军反应过来后，随即击毙了其中2名凶手，另1名则侥幸脱逃。俄方将这起案件定义为恐怖袭击。然而，根据可靠消息，
这并非是俄方所说的恐怖袭击，而是俄军内部发生内讧。当时动员兵们正准备进行消防训练，突然3名塔吉克人对身边毫无防备的动员兵进行扫射，造成26人伤亡。事实上，自普京签下动员令以来，俄罗斯军队就被爆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贪污腐败、内讧、物资不足等等。前段时间，俄军就被爆出丢失整整150万套冬季军装，在调查时，军队高层却以可能放错地方这样可笑的理由进行搪塞，这可真是弥勒大谱，不由得让火力军想起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经典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从苏联到俄罗斯，体制的变革根本没有改变传统阶级贪婪的嘴脸，前线物资都能够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丢失，说明腐败在俄军当中已经根深蒂固了。这导致不仅俄军后方混乱不堪，前线战场上也军心动荡。俄军的前线指挥系统极其混乱，后勤供给也存在问题。前段时间的被应征入伍的俄军士兵们，甚至被要求自己配备军装、防弹衣等装备，这导致无论在哪条阵线上，都有相当多的俄军主动向乌军投降。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士兵愿意拿着$100一个月的工资，在冻得透心凉的他国领土上吃过期食品，连下河洗澡都是种奢望，整天还要担心炮弹飞过来。而身居莫斯科下命令的大佬们却能开着几亿美金的游艇，后方的军需官们还各种被克扣和欺压。换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人愿意为这样的国家卖命吗？因此，赫尔松地区的俄军自从补给线被乌军切断后，命运就定下来了。那么等到普大帝那30万耗材上战场后，会对俄军稳固战线有帮助吗？火力军认为很难。动员令能征召兵员，但不能凭空变出武器装备。俄罗斯持续几十年经济增长靠卖矿产石油，工业产值长期低迷，武器装备制造长期仅能保持最低限度运行。俄乌战争都打了快1年了，也无法迅速扩产。今年9月，梅德韦杰夫视察乌拉尔厂，提出全俄年产700辆坦克的目标，但实际只能完成200辆，而这还是扩产后的，战前年产量还不到130辆，并且中大口径炮弹和高膛压炮管的产量也跟不上前线消耗，导致目前俄军的投射火力相比于5月至7月期间明显低了很多。况且动员出来的耗材质量也参差不齐，开战初期俄军都是战前常备军，不论装备、训练还是士气都更高。随后征召的后备役显然不能跟当初的精锐相比，而签署动员令后，即便是最基础的机械化步兵，也要经受至少5个月的专业训练才能形成战斗力。但以俄军目前的情况来看，干等5个月怕是前线都退到莫斯科了。所以虽然纸面上动员了30万人，但现如今真正能执行高强度作战的还是现有的士兵，但现实情况是仅过去8个月就已经损失了相当一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兵。俄军多年以来都是靠小而精的职业军去作战，刚开战的俄军空降部队夺取基辅机场失败后，还可以仅靠200多人硬顶着2000乌军机械化部队，并最终突围成功。而到了赫尔松，同样是空降部队，却顶不住2倍左右的乌军，导致战线不断后退。虽然这些空降部队顶着同样的番号，但战前的那批人其实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一旦这批老兵损失殆尽，新兵的水平就骤降。因此，即使30万人能立刻投入战线，对于现在的俄军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还会耽误大部队撤退的速度。如今乌军已经收复赫尔松西岸，那么会不会继续收复赫尔松全境呢？火力军认为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赫尔松地区海拔从北到南依次降低，北边尚且有一个100-200米，南边靠克里米亚和黑海的地方就只有10几米海拔，而且都是平原地形，这才叫真正的无险可守。除非俄军愿意在这里修一条马奇诺防线，不然不可能守得住。并且俄军已经在克里米亚北部位于赫尔松检查站的位置开始挖掘新的壕沟，说明俄军本身就已经对赫尔松州弃守做好了预案。那么乌军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哪里呢？火力军认为克里米亚是中长期目标，而短期目标则是向亚速海方向突破，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扎波罗热。
等到乌军人员准备完毕，应该就会开始对扎波罗热进行大规模反攻。该州有2个城市非常容易成为重点进攻目标，即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这2座城市地理位置特殊，靠近亚速海，并且都是扎波罗热的交通枢纽，是俄军重要的铁路运输线。这意味着不论乌军在反攻时先夺回哪一个，都能影响到当地的铁路运输，顺势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线。收复赫尔松的成功经验就是切断俄军的补给线，这样的成功经验自然要继续运用。因此乌军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过复制赫尔松战役的机会。对于乌军而言，反攻扎波罗热州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抢回扎波罗热核电站。俄军此前多次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动空袭，乌方能源设施更是重点打击目标，这导致乌克兰全国大范围频繁停电。一旦乌军夺回扎波罗热核电站，就能保障己方的能源安全。对于俄军而言，刚刚在赫尔松经历一场溃败，南部战场上的处境已明显不妙。如果在扎波罗热州的防线也撑不住，恐怕就要被乌军包饺子了。而且一旦乌军顺利收复掌握扎波罗热，俄军之前在乌东拿下的4州将被切成2半，俄军就被分成了南北2个集团。赫尔松剩余的俄军再也无法通过马里乌波尔铁路获得补给，只能乖乖退回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也会进一步遭到孤立。想要保住克里米亚，就只能靠残废了的黑海舰队了。只是黑海舰队刚经历过无人艇的袭击，元气大伤，敢不敢出塞瓦斯托波尔港都很难讲。俄军现如今的整体战场局势可谓是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普大帝所谓的军事特别行动已经9个月了，俄军现在居然连重点防御都做不到，撤退都能说成胜利转进，可见战场上战略主动权丧尽，连维持现状都无法做到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乌军下一步攻势会在哪里？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